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困局，娃娃脸的黄昏，大女主戏该落幕了。谭松韵的新剧《兰香如故》难产了，可不是一般的难产，是男主角难产。这年头，大女主戏不好拍了，男演员们集体犯嘀咕：去演吧，怕成了背景板；不去演吧，又怕错过好剧本。想想也是，以前大女主戏多风光，女主角一路开挂，男主角负责貌美如花就够了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观众口味变了，就爱看势均力敌的爱情，谁也不想看男主角围着女主角团团转。李云瑞在《九重子》里就学聪明了，戏份少得可怜，结果反而火了。这下好了，大家都琢磨着少即是多的道理，谁还愿意去给大女主当陪衬？谭松韵也挺难的，一张娃娃脸，演少女得心应手，演成熟女性就有点违和。之前的《蜀锦人家》收视率扑街0.34%，这数字说多了都是泪。32岁了，转型是必须的，但转型之路哪有那么容易？娃娃脸演员的尴尬就在这，演少女吧，观众说你装嫩；演熟女吧，观众又觉得不像。00后的小花们来势汹汹，85花的地盘越来越小。这就好比你还在村口小卖部卖辣条，人家已经开上连锁超市了。谭松韵手里还有2部存货逍遥和我和我的命，能不能翻身，就看这2部了。与其在古欧里打转，不如试试别的路子，就像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那样，演个有血有肉的女企业家，多带劲。说回《兰香如故》的选角，现在网上吵翻了天。有人说请于和伟来演，老戏骨压阵，稳妥。也有人说不如找个年轻的，比如陈哲远，跟谭松韵组个 CP， 说不定能擦出火花。这2种方案各有各的道理。于和伟演技好，自带流量，但年纪摆在那，跟谭松韵搭戏，总感觉有点违和。陈哲远年轻有活力，但能不能扛得住收视率，还是个未知数。选角导演估计头发都愁白了，这就像买彩票，赌一把，说不定就中了，也可能血本无归。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剧本的问题。大女主戏不是不能拍，关键的把男主角写好，别再搞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套路了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双强设定，男女主角势均力敌，棋逢对手，这才有看头。与其纠结选谁来演男主角，不如好好打磨剧本，把故事讲好。谭松韵的转型之路，也是大女主戏的转型之路。观众的口味变了，市场也变了，再抱着老一套不放，迟早会被淘汰。与其说是大女主戏的困境，不如说是影视剧创作的困境。观众越来越挑剔，要求也越来越高，想要抓住他们的眼球，就得拿出真本事。别再把观众当傻子了，好剧本才是王道。想当年，港剧里的大女主多精彩，个个都是独立自主的新女性，爱情只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全部。现在的很多大女主戏，剧情悬浮，逻辑不通，人物单薄，除了谈恋爱，啥也不会。观众又不是吃素的，怎么可能买账？与其说是男演员不愿意演镶边男主，不如说是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在烂剧上。好演员都爱惜羽毛，谁也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与其说谭松韵转型难，不如说是市场给娃娃脸演员的机会太少。希望他能遇到好剧本、好角色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归根结底，观众想看的是好故事，是真实的人物，是有共鸣的情感。至于谁是主角，谁是配角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与其纠结选角，不如专注创作；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